染房的小徒弟。曾经有一对伐木工夫妇，有一年的春天，他们的儿子出生了。当小伙子10岁时，父亲去世了。男孩和母亲变得非常贫穷，于是男孩去村里寻生计。他找到一位染色师傅，他愿意收他当学徒。他当学徒赚的那点钱，全都交给了母亲。一天早晨，小徒弟说：“母亲，昨晚我做了一个梦。亲爱的儿子，快告诉我呀！事关生死，时机未到，我现在还不能将梦告诉您。”那好吧。小徒弟早上去师傅那儿，也将做梦的事告诉了他，但具体梦到什么，他也没有透露。师傅非常生气，开始鞭打小徒弟。男孩逃到街上，师傅手里拿着鞭子也追了上去。这时，国王正好乘坐金色的马车经过，便对师傅说道：“你为什么鞭打那个孩子？”师傅告知了事情的经过。国王将小徒弟带走了，他也想知道小徒弟梦见了什么。在王宫里，小徒弟被好生招待。3个星期后，国王将小徒弟叫到跟前问：“你喜欢这里吗？”“喜欢。”小徒弟回答。“那好吧，小伙子，你看我都满足你的要求了，你是否也能满足我的呀？”“啊，国王陛下，如果可以，我会满足。如果不行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”“那你告诉我，你梦到了什么？”“国王陛下，您出了一个大难题，因为事关生死，在梦未成真之前，我不能告诉您。”如此过了7年，国王仍未能如愿所偿。他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耐心，便准备将小徒弟囚禁在新砌的牢房里。这些年来，国王的女儿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，并爱上了小徒弟。女孩从她父亲那儿偷了一袋金子，交给瓦工，让他在墙上留一道小缝。通过这道缝，他每天给小徒弟送3顿饭。7年过去，他从未间断过给他送饭。与此同时，土耳其的苏丹看上了公主，但老国王不愿将女儿许配给他。于是，苏丹将3头一模一样的毛驴送到国王那儿，让他说出他们的年龄，如若不然，便大军压境。国王非常害怕，他手足无措，因为没有人能说出毛驴的年龄。女孩送午餐时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小徒弟。小徒弟告诉公主该如何分辨，并让她去睡觉。公主醒来后告诉她的父亲，将1年份、2年份和3年份的燕麦放到毛驴前，哪头毛驴选了哪个，便是几岁。就这样，国王成功地拯救了这个国家，他非常高兴。但土耳其的苏丹没有放弃，他给国王写了另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现在送你一根棍子，2头都有疙瘩。如果你不能告诉我哪头朝上，哪头是朝下的，我便要了你的命。”国王的喜悦变成了哀愁。小徒弟将方法告诉公主，公主又梦到了解决方法。
用一根头发绑住棍子的中间提起来，较粗的一端，也就是下端会坠下。他们立刻将这点告诉苏丹，把他气了个半死。他当然不放弃，于是又送来一封信和3把匕首。他让国王说出哪把匕首是国王的，哪把是骑士的，哪把是农民的。公主这次也梦到该怎么做了，将匕首插进火堆旁，哪把能闻到大蒜味儿便是农民的，哪把散发着香气便是国王的，哪把有血流出便是骑士的。国王非常高兴，他立马试了试，接着将答案告诉了苏丹。苏丹当然没再来信。国王非常好奇，他的女儿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答案的。女孩坦白了一切，国王便下令将牢房的墙拆开。王宫内充满欢乐，国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。婚礼期间，国王问染房的小徒弟：“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梦到什么吗？”正是这一幕，我的国王，小徒弟指了指婚戒和他的新娘。也许现在，他们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。